现在太阳落到湖面上了，好美啊！如果此时此刻你在的话，我就能可以跟你一块儿分享。哎，对了，你还没回答我呢，你到底要寄什么东西给我？寄我呀，surprise！没想到吧？看什么？我在看我这一生中最美的景色。晶晶，你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间啊？还是一张床？刘叔给我订的，他本来给我订了一个套房，我说用不着，太浪费了，所以其他同事什么标准，我也什么标准。那不应该是标准间吗？标准间不是2张床吗？那也浪费了1张啊。而且，你不来了吗？这张床正好够我们2个睡。我现在浑身是臭汗，我去洗个澡。这居然没有窗帘啊！对啊，没有窗帘。那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那我怎么洗澡？对啊，就这么洗呗。不行，我拿浴巾挡一挡。但是这挂不上去呀。挂不上去怎么办？哎，你个子高，你给我挂那儿去，帮我挡着。没用。哎呀，你去嘛，你去嘛，你去嘛！你走开！怎么了？快走开！怎么了？走开！好呀，电光玻璃。我说怎么能没有窗帘呢？这下失望了吧？我觉得你才失望才对，一本没看过。你给我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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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门给我带上。快来！喂，江哥。小沈啊，赵总刚才给我打电话，说临时空出来时间，可以和咱们见一面，就在楼下2楼那个茶餐厅。那你现在下来一下？现在？是啊，现在啊？怎么？
不太方便吗？不，行，当然没问题，我马上下来。早安，小小。早安。哎呀，一睁眼就看到我这么帅的脸，是不是觉得特别幸福啊？嗯，注意你说话的态度，我的员工。我很幸福，我的老板。你几点起来的6点多吧。那你几点回来的1、2点。你岂不是都没怎么睡啊？因为今天行程有变，我提前起来安排了一下。你去见客户，不得穿正装吗？谁说我要去见客户啊？我昨天加了班，我让江哥给我放了个假。啊不，我跟江部长请了个假。我今天只属于你。你严小姐啊，今天是我最尊贵的客户。好。我要给你一个难忘的一天。快起床了。好。怎么样？这也太漂亮了吧！这是你自己一个人弄的吗？当然了，让我起那么早，好看吗？好看。还有这个。这是什么？这个。这要怎么弄？这个叫爱情锁，要把2个锁头锁在一块儿，这样我们俩就永远不会分开。那挂在哪儿啊？锁在这儿，来一起。1、2、3。这就叫所爱一生。那我们还要写点什么吗？有这个。当然了，我早就准备好了。好来。来写。我想想啊。哎，怎么不停啊？拒载啊，这是。投诉他。车牌号多少？没看。再等等吧。哎，干嘛呢？快来啊！去不去维多利亚？哦，不去。他不去啊。不去啊。靠边。打不到车哎。没事。对面有没有？
师傅，哎，师傅，去不去维多利亚？有点远啊。没关系的，走了，走。师傅，绕路吧你？没有啊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呀，很远的。你当我傻啊？师傅，可别停车，在这儿停车啊？我让你停就停，可别停车。好，停。哎，还没给钱呢，118。啊，钱是吧？那，给你啊。那就给你100，不用找了。哎，你还不走啊？你再不走，信不信我打投诉电话？哼，绕来绕去，你气死我吧你！小小，咱们走。啊，这怎么搞的？刚才下车的时候着急给滑了。都怪我，早知道不下车了。哎呀，没事。来，我背你。哎，走吧。你放我下来吧。怎么了？走了一路，走累了，放我下来休息休息。没事，我不累。快点，放我下来。那好吧，那就在这儿歇会儿。嗯，你慢点儿，慢点儿。坐这儿，我看看。没事了。没事啊？没事。笑笑，我本来是想给你一个特别浪漫、特别有意义的一天，没想到弄得这么狼狈。一点都不狼狈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在哪儿都好。怎么了？你等我下。你找什么呀？哎，不对啊！怎么了？笑笑，我本来想今天送你个东西的，但我把那个巧克力弄丢了。怎么在你这儿啊？下车的时候掉的，然后就捡到了。你要喂我吃啊？笑笑，上次跟你求婚的时候，你没有当场答应。后来我想了一下，可能时间、地点都不太合适。我后来又想，我一定要再找一次机会，再跟你求一次。这对戒指我上周就买了，一直偷偷藏在身上。我一直想找一个最浪漫、最适合的时候，把它给你。我想，就是现在了。笑笑，你是我这一生认定想要的那个人。燕小晨，嫁给我吧！我想一直陪伴你，照顾你，保护你。
如果你妈妈不同意怎么办？你为什么会这么问呢？我妈她又没见过你，你怎么知道她会不同意呢？我是说如果。你听着，你喜欢的人是我，你想嫁的人是我，不是我妈，懂了吗？而且，任何人都不会让我们分开的，任何人。严小晨，嫁给我吧，我爱你。疼吗？不疼。我爱你。小小，小小，你去哪儿了？电话也不拿。我去买早餐啦，就在这儿待一会儿，挺舒服的。坐会儿。你不喂我吃啊？哎，你要么多待一周，下周跟我一块儿回去。我
还是先回去吧。我在这儿待着，你没法用心工作了。我吃你的。给你尝完。回去之后好好在家待着，我这儿一忙完我就回去陪你。我舍不得你。爸爸。走啦。哎，再抱一下，再抱一下。好了，拜拜。最后一下，最后一下。回去吧。拜拜。拜拜，注意安全啊。魏彤，我饭卡丢了，借你的用一下呗。你不是都毕业了吗？谁说毕业了就不能回母校看看呢？我重感情行不行？哦，学弟学妹刚刚入学你就踩着点儿的来了，我看你不是重感情吧？你是回来泡小学妹的。哎，你那辆豪车呢？停门口了吧？哎，你别扯这，咱俩不是亲家来着吗？拿着吃去吧。那你吃什么呀？我吃那家很辣，不适合你。辣的太好了，真的吗？我太能吃辣了。葱姐辣，这个不错啊。不要，这是啥？这不辣，这好吃，吃这个。还不吃这。哎，你尝尝这土豆。太辣了，你做这个菜。哎，这个好吃，这个好吃。你尝尝这个，这好吃。我不尝，我吃说一下。来，辣太好了。卡。啊。等你啊，贤惠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小姑娘，你这么能吃辣啊？没有，朋友比较爱吃辣。哦。哦，拜拜。喂，小陈，你怎么来了呀？
算了，先上去吧。你和沈侯吵架了？没有，那你为什么离家出走啊？我没有离家出走，就是辞职了，所以现在不想在他们家提供的地方住。那你不还是和沈侯吵架了吗？真跟沈侯没关系，他妈不想我俩在一起。为什么呀？最古老也最有力的理由呗，门不当户不对。沈侯他妈还活在封建社会呢吗？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啊？自力更生。为了证明给他父母看。对，那沈侯知道？他现在在忙一笔很重要的生意，所以我也不想让他分心。等他回来再跟他说。那你工作找到了吗？我现在履历那么不光彩，找个正式的工作挺难的，有可能得1、2个月，有可能得半年。可是我现在只要一睁眼我就得花钱，所以呀，让我赶紧赚到钱，越快越好。那你不会又要回酒吧工作吗？酒吧肯定不回了，那跟我现在的目标不符。哎，我听刘星辉说吴倩倩他们家有个公司。那我还不如回酒吧呢。我跟你说了吧，是吴倩倩同时向学校和公司举报的我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沈侯吗？我一开始也以为是因为沈侯，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不完全是。你想啊，他从一开始跟我当姐妹儿，对我那么好，其实是出自于他的优越感。可是当这种优越感一旦没了，他就变得有点不平衡，什么姐妹情的也就都没有。那你们算不算塑料姐妹？这事儿你也别给我往外说，特别是沈侯，你别让他知道。那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啊，为什么不能让沈侯知道？就沈侯那脾气，他要知道他能干什么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！我现在先把我自己的事儿解决了，所以我打算一会儿去一下人才市场，再去找房屋中介看看房子。我行李就先放你这儿寄存着，好吗？其实我宿舍要是没有人的话，你住我这儿就行。哎，自力更生嘛，加油！我记得你最不爱多管闲事。魏彤，呀，嫂子也在，这么巧。呀，赵玉环，哎，你是昨天没吃过瘾是吗？又来借饭卡？不是，我专门来回请你。你正好小申也在，咱仨一起吃吧。哦，我和你口味不同，不适合一桌吃饭，改天啊。我先上去了。不是，改天是哪天啊？魏彤，阿姨，你看你又瘦了，多吃点。走了，阿姨，杨婶，咱俩一起吃吧。咱俩吃什么？我还有事儿。不是，等会儿。魏彤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啊？他喜欢有趣的。拜拜。有趣？我不挺有趣的吗？喂，你好，刘总。最近怎么样啊？挺好的。找到工作了吗？还没有。哎呀，现在社会竞争很激烈，别说你这样没有学位的人，就是很多名牌大学毕业的研究生找不到工作。小姑娘，别太倔强。侯总说了，只要你答应远离社会，
他马上给你安排个好的工房。谢谢您的好意啊，我不需要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请问是严小晨吗？是，我是。啊，我们这边看了你的简历，我们是一家做金融理财软件的创业公司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？哦，好，有兴趣。小沈，辛苦了啊！这次多亏了你，我们才能提前1天结束工作。嗨，过奖了，江哥，还多亏您经验丰富啊！我这次跟着您去，我算是大开眼界了，我学了好多东西呢。哪儿的话。你回不回公司啊？我还有事儿，我就先不回去了。行，那我回公司打个卡，做个收尾工作。哎，好嘞，拜，江哥。对了啊，这2天也没什么工作要办了，那你给你放2天假。谢谢江哥，谢谢江哥，江哥拜拜。拜拜。师傅，来喽。走吧，师傅。噔噔 ，surprise！ 小小，小小。小强，小强，沈侯回来了，听说你表现得很好，恭喜啊！刘叔，严小晨呢？他怎么从公司仓库搬出去了？他今天上班了吗？严小晨上周就辞职了。你不知道吗？啊？为什么呀？这小姑娘不说，我也不好问啊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谢谢刘叔。哎，猴子，魏宇辰，你知道严小晨在哪儿吗？小陈，我今天还看见他跟魏彤在一块儿。在哪儿啊？学校呗，还能在哪儿？怎么了？小陈不见了，东西也从家里搬出去了，到现在也联系不上。那你打电话问问魏彤啊。他电话关机。那咋？那你再想想，他跟谁还能有联系，对吧？你别着急，这最多也就算失踪6、7个小时，你说你急什么？行了，先不跟你说了。
喂，喂，陈主任，你好。哪位啊？我沈侯。怎么了？你知道严小晨在哪儿吗？他不是跟你在一起了？我出差了，今天刚回来，他不见了，东西也从家搬走了。公司呢？我也打过电话了，公司说他上周就辞职了，也不知道他人在哪儿。你最后一次跟他联系是什么时候啊？就今天下午，我从飞机上下来之后，我没跟他说我回上海了。我本来想，你最近跟他有联系吗？你知道你知道他可能会去哪儿吗？他上次跟我联系，还是为了要招待你们公司的客户，询问了我一下意见。这都快半个月了，我一时也想不起来他去哪儿。好的，谢谢，我知道了。老李啊，我现在出门一个，开车过来接我一下。哎，你傻坐这儿干嘛呢？找魏彤啊！我怕那阿姨，你自己问。你出去你就。阿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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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下门，开下门。这谁呀？这是？敲敲敲敲什么呀？看不见锁门了？阿姨，我找一下魏彤。怎么又找魏彤？你是？阿姨，拜托了，我找魏彤真有事儿，10万火急。全都10万火急，我还10万火急呢。求求您了，阿姨，我今天必须见到魏彤。等着吧。哎，谢阿姨。沈红，你大晚上干什么呀？魏彤，你一边儿去先。魏彤，杨晨在哪儿？你是严小晨男朋友，你都不知道，我怎么知道？魏彤，你一定知道杨晓晨在哪儿。还有，他为什么搬出去了？魏彤，我求求你了，告诉我吧。魏彤，你看猴子可怜兮兮的，你就告诉他，大不了我请你吃饭，20顿那种。魏彤，其实你也没有那么在乎他，对吗？不然你怎么会感受不出来你们之间的问题呢？如果你不能平衡你们之间的差距，他今天的离开只是一个开始。他住新城家园，今天刚搬过去，你还不快点去啊？谢了。哦，对了，程主任是不是来过？谁啊？不认识。那个吃饭说好了啊。哎，收，20顿那种啊，变态辣那种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最近不吃辣。不是，你怎么能不吃辣呢？魏彤，你别走，做完了。嗯。哎，你也别吃了，走了，拜拜。猴子，怎么样？没我面子，魏彤能告诉你严有晨住哪儿？你等会儿我。哎。
他怎么住这么个地方？找谁？杨永晨，又找他？什么意思？哎，你干嘛？他出去了。刚才是个穿西装的帅哥，现在又来2个。今天才刚搬进来，客人就这么多，真不知道是干哪一行的。你说什么？怎么说不行啊？不是，哎，沈红，你想干嘛？你想打我是吗？没有，开玩笑。你打呀！正好我跟房东告状，叫他赶紧搬出去。没有，你休息，误会。这么多人找他，就是，哎呦，看不出来还挺厉害。没看出来，不是。怎么样？你们这么正规的公司，怎么约在这种地方面试啊？你可别觉得我们在骗你啊！我们这个点呢，少说5个亿，而且还是美元。我们现在主要是项目刚刚起步，所以还没来得及租场地，肯定会租的。几位，这边请，请坐。谢谢，今天可要多喝点啊。请看一下我们的酒水单。哎，你要是现在加入啊，这个吧，那你以后可是公司的元老。幸亏你看看，我看看，小吃来4份吧，谢谢。然后纸巾来1个。对，好。这个。再来2个这个，然后再来2个这个。好的。你看什么呢？将来公司啊，咱们一上市，别说谁啊？要啥没有啊，是不是？是。我们同学。什么同学？人家可是 MG 总裁陆阳先生的朋友。就他害你离开 MG 的，我还以为什么高材生呢。这上位全靠陪人喝酒啊。但是，这并不影响我们团队招揽人才嘛。到时候房子、车子，要啥没有，而且我们经常搞团建。对，你想去哪儿玩？哎，英国、法国还是哪儿？啊，只要到时候你说个地儿，咱们随便去啊，咱们资金也够，对不对？对。欧洲如果玩腻了，咱们去南极、北极。没错。我跟你说呀。对不起，我今天一会儿还有点事儿，我大概也了解你们公司的情况了，要不要加入团队呢？我回去再考虑考虑。你也真是的，哪知道为这种人生气啊！既然今天狭路相逢了，那咱们可要好好招待他一下啊。今天就先失陪了，抱歉。哎，别走啊！我们酒可都点好了，给我们喝2杯再走吧。真抱歉，我喝不了酒。哎，对不起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你们干嘛去啊？等着看好戏吧啊！哦，我先走了，不好意思。哎呀，碎了！不便宜啊！就是，可贵了吧？啊，对不起啊！哎呀，你说什么对不起啊？我们都看到了，这酒又不是你弄碎的，你让他赔就好了呀。就是他弄的呀，让他赔嘛。不是咱们店的酒吗？哎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啊？怎么办？这酒多少钱？我来赔。这瓶酒3600啊，这么贵？你不会没钱吧？那怎么办？这样吧，我们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。今天咱们见面就是缘分，不如我再点2瓶。你要是都能喝下去，那就不用你赔钱。
别停啊！对呀。好酒量啊！哇，可以啊！继续呀！哎，还有一半呢！哎，快，别愣着呀！对，给点掌声啊！倩，我们去帮一下吧。闭着眼睛一口就闷掉了。喝完了啊！厉害！哎，果然好酒量啊！厉害！你说豪杰，酒量不错呀！再来一瓶！我们这儿还有一瓶。看不出来呀，这还有一瓶呢。啊，来喝酒啊！来吧。别喝了。这谁呀？不认识啊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位小姐不小心撞了我一下，把这2位先生的酒给撞碎了。他们说，只要这位小姐能把这2瓶酒喝完，就不用她赔了。你等等，这是我自己的事儿啊。别喝了，听我的。我把这酒喝完，我就不用赔钱了。这酒多少钱？3600。哎，你别管了，多的不用找了。不是，放下。我走，慢点。让开。老李，开稳一点。好的，程总。你好。你好。我们酒吧见过。是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么晚了打扰你休息。杨有辰有没有找过你啊？你知不知道他去哪儿了？您很着急吗？我一直打他电话，他不接。哦，他没事儿，我们俩下午刚分开，他可能没听到吧。我听说他把深思的工作辞掉了，他有没有跟你说为什么？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？老板变成了婆婆，不就自然出问题了吗？不过这个事儿我好像也不太方便跟你多说吧。那你知不知道他住在哪儿啊？小小，你慢点儿。程总，后面那辆车好像是在叫我们。老李啊，靠边停。开门，周总，怎么办？开门，开门，开门。哎，这事儿跟你没关系，他是他女朋友，听见了吗？我干什么？跟你说话呢。陈志，你要带他去哪儿？跟你没关系啊。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？他现在不想回你那儿。你要带他去哪儿？跟你没关系。程志，不想回。告诉你，她是我女朋友，我爱带她去哪儿去哪儿，跟你没关系。跟你没关系啊。申豪，不要再像刚才那么冲动了。就算你不在乎自己的生命，你也应该在乎严小晨的生命吧？跟
跟你有关系吗？起开！咱们走吧。给我包，给我。慢点，慢点。坐好了啊。程总，哎，我算是见识了，你沈大少爷也有今天啊！你好好照顾他吧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回头看下你那车，如果有磨损的话，我赔你。拉倒吧你！我怎么也得支持一下兄弟的情深几许啊！哎，你今儿把车一横，帅！我也想在那谁面前帅一把呀。嫂子今天可惜了，没看见。你说魏彤那句话什么意思啊？他什么意思？我哪知道啊？不会是你妈知道了吧？演什么豪门狗血剧，不让你俩在一起。当我没说啊，我先走了，你好好照顾他。叫你喝那么多酒。其实你也没有那么在乎他，对吗？不然你怎么会感受不出来你们之间的问题呢？如果你不能平衡你们之间的差距，他今天的离开只是一个开始。你怎么才回来？倩倩，回到自己家公司做，还习惯吗？没有什么习不习惯，我就是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好，最起码让别人觉得我是一个努力的啃老族。倩倩，那些闲言碎语呢，很快就会过去的。爸爸知道，之前呢，你不愿回自家公司，是怕别人说你都靠在家里。爸爸也知道，你的梦想呢是 MG。我没有梦想。没有梦想也得生活吧，对不对？难道我没有经历的差距就把差记了？是不是？虽然咱们家的公司比不上 MG， 但是爸爸觉得你在这儿也是大有可为的。这么容易就被击垮，那么恰恰证明 MG 辞退你是没错的嘛。你记住了，你依然是爸爸的骄傲。爸，以后我想跟你一起喝茶。好啊，如果你做好了，爸爸请你喝最好的雨前龙井。谢谢爸。能不能不要干涉我的事儿？我知道你们反对，
你们当然可以反对，我也可以当然不听啊。妈，我喜欢燕小晨，我就是喜欢他，不管你们赞不赞同，我一定会娶她的。你们要知道，法律可没有规定，娶她必须得经过你们的同意。我来跟他说，沈侯啊，你一大早打来电话，就是想气死我们呀！你妈身体不好，你不知道吗？赶紧给你妈道歉。那你们先跟小小道歉。哎呦，干嘛呀？小婉，难不难受？宿醉一定特别难受，下次别再这么喝酒了。你知道我生气不好哄的，啊？知道了。我昨天下午到的上海，本来是想给你个惊喜，没想到，你却给我个惊吓。辞职、搬家都是大事儿，我不是反对你这么做，但你至少跟我说一声啊。我只是还没想好怎么跟你说。我们是男女朋友，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说的？小小，你为什么总是不多依赖我一些呢？好了，别生气了，好不好？别生气了，别生气了，别生气了。我一直以为我们关系牢不可分，可是我现在才发现，我们之间的联系竟然只有一个电话号码。我不知道你家在哪，我也没有你妈的联系方式，我只能一遍又一遍的给你打电话，可是电话那头呢，一直没人接听。你要是永远不接的话，那我就永远找不到你了。小小，你让我担心了。我也知道了，我不能没有你。其实我懂，你是不想让我在你和我妈面前左右为难。我也知道我妈去找过你，我还知道她不同意我们在一起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不管她赞不赞同，我都不会和你分手。就算你要跟我分手，我也不同意，坚决不同意。谁说要分手啊？不分手啊？不分手啊？为什么要分手？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找我妈去谈，一定会给你个交代的。你知道吗？每个孩子在大人眼里都是独一无二的。你不要因为我去问爸爸妈妈为什么觉得我配不上你，你也不要因为我去和他们吵，这样下去事情只会越来越严重。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想想，你那么好，事到如今你也不吵不闹，还是这么的清醒理智，清醒的去让步，理智的受委屈。我想不出来，他们有什么理由反对你啊？好啦，哎，你猜一猜，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你，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你有感觉的？你说。那个时候是刚开学，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。那会儿我家情况不好，我对现状越来越无力招架。原以为我的人生从此以后只剩灰色了，可是在我看见你的笑容之后，
就变得不一样了。那个时候我以为你只是一个出现在我生命里笑容最好看的陌生人，但是后来你居然为了我挺身而出。你要多少水啊？我都要。谢谢。谢谢，再见。想想，其实我想过很多次，你为什么会喜欢我？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，是因为这一件小事，你才喜欢上我的。所以你从那以后就记住我了。我其实很早就喜欢你了。我喜欢你笑起来无忧无虑的样子，但是我不喜欢你生气皱眉，像现在这样。你答应我件事好不好？你说。以后不许跟你爸爸妈妈吵架了，好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我爸不用管他，我妈也不是不讲理的人，只要我去跟他们解释清楚，办法一定会有的。小小，对不起。有什么好对不起的？但是我现在必须得靠自己的能力，在这个城市生活下去，这样才能得到你妈妈的认可。我不能一直依赖你。喂，你好。您好，请问您是严小晨女士吗？对，我是。您好，我是专门服务于金融行业的猎头，我叫张杰。之前在网站上看到你的个人简历，我这边有几个比较好的职位，您看你下午1点钟方便过来聊一聊吗？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您把地址发给我就行。好的，那么之后把地址发给你，请准时到。好嘞，好嘞，下午见。是通知你去面试的吗？对，我得去收拾一下。啊，那你快去洗澡，我去买吃的，吃完咱们一块儿出发。哎，你今天不上班吗？啊，我连着工作了半个月了，江哥说放我2天假。那就辛苦你啦。你快去吧。怎么还不进去？啊，没事儿。那你去哪儿啊？不用管我了，我找个咖啡馆待会儿吧。行，反了。快进去吧。好，去吧。慢点啊。你好，请问您是严小晨吗？是我。是您给我打的电话。啊，是的，今天下午安排的是 DH 公司的面试。DH。是陈志远让你找的我吗？是的，陈先生向我推荐了您。根据你的情况，我们安排了3家公司面试，第1家就是 DH， 另外2家根据你的情况仍有存疑，所以我也还在等消息。这样，跟我来吧。这边请。你好。你好。这位是今天来面试的严小晨小姐。跟我来。
越过上级领导直接找的设计师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啊。开始吧。看你的简历是华大金融系毕业的，对，为什么选择金融行业？社会各阶层、各行业的所有人都需要资金融通，无论是即期、远期、国内或者海外的资金需求，金融业都能满足这些需要。这就造成了投资和回报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成正比。你毕业之后没有直接进入金融行业，而是进了服装公司，那就等于你在金融行业是毫无经验。那你觉得你如何能胜任我们公司的工作呢？我的确在工作经验方面会有所欠缺，但我有在 MG 的工作实习经历，我知道实际工作远比书本知识要复杂和丰富得多。但我有责任心，也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，而且我也比较勤奋，在之前的实习工作中也圆满地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安排，所以从中获取的工作经验让我受益匪浅。请贵公司放心，我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和我的工作经验能够让我有信心胜任这份工作。如果有1亿资金，你会投资哪个行业？如果我现在有1亿资金，我会选择投资互联网金融。我没有其他问题要问了 ，Cindy， 你觉得呢？我注意到一个问题，你的成绩全都是 A+，可是为什么没有学士学位？我在学校期间有一门必修课，帮同学替考了。行，面试就先到这儿吧，你先到门口等一下。谢谢。太可惜了，成绩这么优秀，为什么要给别人替考呢？这是品质污点啊！所以我们就要因为一个错误，否定全部吗？面试怎么样？结束了吗？还没有，我在外面等结果。喂，怎么样？还顺利吗？还行吧。那他们问你学位证的事儿了吗？问了。你怎么说的？我实话实说呗。啊，你说了，那岂不是对你很不利？哎，早知道我应该找个更好的理由糊弄过去的。这事儿，他们如果想知道，一查就能查得出来。不管他们要不要我吧，我起码实话实说了，不愧于心啊。你说的也对。哎，这样，反正这家不行的话，还有下一家，我就在门口那咖啡店。结束了，赶紧过来。好，拜拜。恭喜你，你已经进入了我们最后一轮面试。接下来是我们的管理合伙人，他会亲自面试你。跟我过来吧。